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，在此与诸位结缘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《道德经》的第7章。这一章的篇幅虽然短小，但其思想密度极高，是理解老子关于无私厚身以及人与天地之间关系的重要节点。全章共4句，分别是：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厚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无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老子开篇便说天长地久，这4个字几乎没有任何修饰，却饱含哲思。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这句话，也常常在诗词中见到类似的意象。可在老子的语境中，这并不是一句抒情性的陈述，而是一个观察后的事实判断。天地之所以能够如此绵长久远，不在于它的强大，而在于它的无私。接下来的这句话，老子就揭示了这一点：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我们得先把这个句子的结构理清楚。这里的以相当于因为不自生，意思是天地不为自己而生，故能长生，就是因此才能持久存在。换句话说，老子并不是在谈神话意义上的天地起源，而是在表达一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动因。他发现天地不以自身利益为目的，不执着于自身的存续，反而能存续不息。这里的自生并非生理意义上的生育，而是为了自己存在。天地不是自私的存在体，它们并不以自身为中心去运转，而是自然而然地运行着，供养万物。这正是老子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：不争而善胜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天地是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系统，它们的伟大并不来自强力支配，而是来自持续给予与无我无为。紧接着，老子从天地的道理转向圣人，他说：是以圣人厚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意思是说，圣人正是因为领悟了天地长久的秘密，才会厚其身，也就是把自己放在后面，让自己不成为焦点。他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存在，而是选择将自我置于群体之后。这种后不是被动的谦让，而是主动的选择。结果呢，反而身先，就是自己却领先于人。这其实颇具悖论性质。一个人若总想着抢在最前头，往往会摔得最惨；而一个人若始终甘居人后，最终却能成为最前的人。这不仅是一种道德判断，更是一种现实智慧。这句话的结构值得注意：后其身而身先，前后形成鲜明对比，对应句式清晰有力，是典型的《道德经》风格。老子喜欢用这种对称与反转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辩证思想。然后我们看到下一句：外其身而身存。这里的外字容易产生歧义，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外部，也不是疏离的意思，而是指不把自己的身体自我放在中心位置，不以自身为本位。这种将自我外置的做法看似危险，但却让圣人得以生存，也就是得以真正的存在，持续安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生存与长生其实有着内在呼应。天地长生是因为不自生，圣人生存是因为外其身。老子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，通过前后照应，构建出天地与圣人之间的类比关系。最后一句话，老子点出核心所在：非以其无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这句话中的非邪是一个反问句式，用现在白话翻译就是：不是因为他无私吗？所以反而能够成就他的私。注意这里的私，如果从现代语义理解，往往带有负面色彩，比如私欲、私心。但在老子语境中，
这个思更接近于个体的生存与存在本身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体圆满的状态。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，正是因为圣人无私，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，最终反而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得以真正安顿，获得圆满。这一逻辑似乎违背常识，却处处可见于人生经验。我们不妨想想，那些真正受到尊重的人，往往不是最计较自己利益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容人、舍己、心怀大局之人。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人物中印证这一点。比如孔子，他周游列国，屡屡受挫，但始终不以个人得失为念，最终成就千秋大业。他也是后其身而身先的典范。再比如陶渊明，他辞去官职，归隐田园，不追逐富贵，却成为后人心中的高士。他的生命之所以被铭记，并非因为他争得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舍弃了什么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老子的这句话既是形而上的哲学，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智慧。回过头来看这一整章，我们可以说他以天地为镜，折射出圣人的修为，又以圣人的无私回应天地的长久，可以说是一种上下呼应、内外贯通的论述方式。而在更深层次上，老子似乎是在给出一种存在的悖论。真正能持续存在的，不是最强调自身的个体，而是那些愿意把自己放低放外的人。你越是想要抓住自己，越容易失去。你若能放下自我，反而拥有恒久。这一思想与中国文化中强调的无为而治，以退为进天下，不争形成强烈的文化一致性，也进一步加深了道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。而老子的高明之处，也许就在于他并没有直接说你该如何做，而是先给出天地的自然现象，再类比到圣人行为，通过观察推演，再引导人去体会无私的力量。这样的表达不仅具备说服力，也给了人留白与思考空间。从文风上看，第7章比起前面几章更为精炼，但在这精炼之中却充满张力。一方面，他借天地来说理，显得宏大；另一方面，他回归圣人个体，贴近人生。在这之间，老子并没有画出明显的界限，而是用自然之道引导人心之道。如果我们把《道德经》当作一本关于人生的指导书，第7章无疑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信念：你想长久，就别为自己而活；你若无私，就能成就真实的自己。这是一种人生智慧，也是一种生命策略。当然，我们也要警惕一种误解：无私并不意味着自我消失，也不是完全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，而是摆脱那种狭隘的自利，不把个人短期的得失当作最高准则。当你把眼光放长远，把自己放进更大的系统中，你才有可能真正存身，也就是活得清楚、长久、安稳。在今天这个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时代背景下，老子这段话尤显反潮流。但或许正是这种反潮流，才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。当每个人都在追求我能获得什么时，愿意思考我可以放下什么的人，反而更容易从纷扰中脱身，从而安顿内心。第7章至此，虽然字数不多，但已经提供了从天地到圣人，从宏观自然到个体存在的完整思路，也奠定了后续章节继续深入讨论道的基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放下自己，他还会有欲望吗？他会主动去做什么吗？一个真正无私的人是不是就不动了？下一章，也就是《道德经》第8章，老子会从水的品性出发，进一步讲述什么才是最接近道的德行之体现。他会告诉我们上善若水，这一句话可能是《道德经》中最被引用，但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句话。它不仅关乎道德，更关乎行动，
处事乃至政治。所以下一讲我们将从水的智慧开始，看看老子如何继续把天地的道转化为人生的实践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善不是道德的修辞，而是顺势而为，是让你行动得体、处处得力，却又不伤他人的最高原则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